放量50亿的 Enemy 竟然才赚了2000多块钱，半年的打磨还比不上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为什么精心制作的作品换不来稳定收入？救门儿！截至目前 ，Enemy 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亿，互动数据稳居短剧榜单前列。放在内娱行业里，这个数据完全称得上现象级爆款。毕竟市面上多数流水线短剧，哪怕只有几亿播放，主创团队都能拿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收入。但夏天煎饼这2位主创，这部剧到手净利润仅有2000多元。没错，不是200万，不是20万，就是2000出头。流量这么高，钱到底去哪了呢？我们要知道，夏天煎饼没有资本加持，也没有公司兜底，全程都是自费拍摄的，场地租赁、服装道具、群演酬劳、后期剪辑，每一笔开销都要他们自己掏腰包。而且这部剧没有花钱投流，所有播放量全靠观众自发传播，平台流量分成比例本来就不高，再加上短视频平台的结算规则，免费短剧的收益本就微薄，除去拍摄成本，最后剩下的利润少得可怜。别的短剧靠充值、广告、资本投资疯狂盈利，他俩纯靠真情实感做内容，在流量变现这条路上注定走得异常艰难。而微博的收益直接把2人拖进了无解的死循环，拍摄资金缺口太大，为了补贴剧组开销，他们只能在创作间隙承接商业广告。但是夏天煎饼自身对创作的高要求，让他们对广告也无比上心。我们看舒逸的那篇广告《百花》就知道，他们还是会构建完整的故事线，往里面填补更深的利益，孵化到精细程度也向正片看齐。用心做广告固然能保证口碑，但弊端也格外明显。广告拍摄挤占了原创剧本的打磨时间，而且广告拍摄本身也需要投入资金、人力和场地成本，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死局。没钱拍戏就去接广告，接广告消耗时间精力，没法专心创作新内容，没有新作就没有额外收入，最后只能继续接广告维持周转。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粉丝提议，既然作品口碑这么好，为什么不寻求外部投资？想到投资，在内娱里面，我联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带资进组。或许这是刻板印象吧，但是如果有了投资，就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多一个声音。投资往往捆绑着干涉，剧本改编、镜头取舍、人物设定都要被资本裹挟。可是夏天煎饼本来就是因为坚持原创本心才扬名的，如果沾上资本，他们自己就会第一个不愿意。还有人建议直接直播带货，可是直播带货本来也需要时间成本，有很多事情要去对接，还有很多售后问题要解决。不如夏天煎饼在新片预告之后直播一下片场花絮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流量暴涨的同时，铺天盖地的争议也接踵而至，很多人在对夏天煎饼和他们的作品饭圈化。最先被热议的就是作品片名，有人说明明是传递爱国情怀的作品，为什么要用外文片名，直接叫宿敌不就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夏天煎饼本来想拍的就是无限流，主线是无限流，而民国片是煎饼觉得人物太扁平，给人物注入的灵魂，而且用英文可以表达更多的意思。Enemy 可以代表宿敌，也可以代表敌人、敌国、敌军等等。我们难道不该觉得这是创作者的小巧思吗？以及前段时间很多人揪着作品署名只有煎饼一个人这件事展开了很多阴谋论，比如夏天被打压了，比如2人闹矛盾了，后来煎饼亲自出来回应，是因为夏天不在意这个东西，而且如果这样署名，那应该把所有参与过拍摄的人都署名。我想说，本来创作就不容易了，没有必要还这样硬加工作量吧。之后煎饼也道歉了，说明自己想的还是不够完善。有人猜测这些都是资本出手的信号，因为 Enemy 的出现动了一些流水线短剧的蛋糕。虽然这也有些阴谋论，但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毕竟在流水线短剧都可以暴利的情况下，有 Enemy 在这里养刁了观众的口味，他们还能有什么市场呢？抛开所有争议，这部短剧能出圈，根本原因在于2人毫无保留的真诚。Enemy 整部作品没有专业摄制团队，全程由夏天煎饼2人共同完成拍摄、剪辑、调色等所有工作。从剧本打磨到正式开拍，前后耗时整整半年，没有敷衍赶工，更没有粗制滥造。拍摄民国片的那几天，横店气温很低，为了贴合角色造型，2人穿着单薄的戏服拍戏。夏天拍摄的时候，因为要扮头面，长时间压迫导致头部剧痛，没有拍摄任务时，只能直接躺在地面缓解疼痛。但是哪怕身体不适，他也坚持完成当日全部戏份，才肯卸妆休息。而煎饼身兼导演、演员双重身份，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喊开始和结束，需要频繁切换状态。戏台唱词那段名场面，他刚演完落泪的戏份，就要立刻抽离情绪，反复回看拍摄素材，还这样循环了很多次。虽然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到，但是这样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为了把控节奏，画面呈现出更好的效果，煎饼还手绘了很多分镜，只是把人的脸画得这么圆，怎么有一种诡异的萌感？民国片的那些恐怖元素，好像突然就不恐怖了。